想象一下，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只要你点头，你就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上火星的人，你的名字将超越所有时代的伟人，被刻入丰碑，载入史册，被后世传颂千年。但这份荣耀背后有一个绝对的代价，你将永远彻底的失去地球。你会去吗？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极端的哲学假设，但在航天界，它正带着前所未有的现实重量。很多人直觉地认为，我们迟迟无法踏足火星，是因为火箭推力不够，或者是工程技术还没到那一步。但事实证明，把人送入火星轨道，甚至送上火星表面，在理论上早已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我们能登月，能建立长期运行的空间站，能让探测器在火星荒原上驰骋10几年。人类面临的终极难题，从来不是怎么去，而是去了之后怎么回。由于火星与地球都在轨道上高速运行，两者的距离在5000万到4亿公里之间剧烈波动。宇宙中没有直线往返的坦途，为了节省的每一刻都极其珍贵的燃料，飞船必须依靠霍曼转移轨道。这意味着，即便单程只需半年多，你也无法在落地后立刻返航，你必须在荒凉的红色行星上孤独地等待26个月一次的发射窗口。算上往返时间，这至少是一场为期3年的极限生存。在地球，3年不过转瞬即逝，但在深空，这每一秒都是在挑战人类生命的极限。目前，人类在太空连续驻留的最长记录是在国际空间站创造的437天，那已经接近了人类在失重与辐射环境下所能承受的生理极限。然而，一场火星任务的时间几乎是这个记录的2倍。更残酷的现实是，即便在空间站，宇航员依然躲在地球磁场的羽翼之下，而一旦踏上火星之路，人类将彻底失去最后的屏障。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往往察觉不到自己正被2层厚重的铠甲严密保护着。第一层是地磁场，它像一面巨大的隐形盾牌，偏转掉绝大多数来自太阳的带电粒子。第二层是厚重的大气层，它像海绵一样吸收掉致命的电离辐射。在地球表面，你一年接受的天然辐射大约只有2到3毫西弗，这是人类演化了数百万年才适应的安全背景值。但在深空，规则变了，即便躲在飞船厚厚的舱壁后，宇航员一年接受的辐射量也高达200到300毫西弗，这是地球表面的100倍。如果倒霉撞上强烈的太阳耀斑，这个数字还会瞬间飙升。这意味着一次完整的火星往返累计辐射剂量将达到400到800毫西弗。这个剂量不会让你立刻倒下，它是一场沉默的侵蚀。当高能宇宙射线像子弹一样穿透你的身体时，它们会在微观层面硬生生地打断你的 DNA 链条。这不是灼热的刺痛，而是一种无法逆转的细胞损伤。它在无声无息中显著推高了终身患癌的概率，甚至可能在漫长的旅途中悄悄瓦解你的中枢神经系统。当你终于看到那颗红色的星球时，你的身体或许早已不再是出发时的样子。如果说辐射是来自宇宙的外部打击，那么失重就是一场从内部开始的自我拆解。人类的每一根骨头，每一块肌肉，都是为了对抗地球那一季的重力而进化出来的。可一旦进入深空，当重力消失，你的大脑会产生一个致命的错觉，这些支撑结构已经不再必要了。于是身体开始像清理冗余插件一样疯狂卸载你的骨质。研究显示，宇航员的骨密度每月会流失 0.5% 到 1%。 当长达3年的任务结束时，你全身的骨量流失可能超过 15%。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当你走出舱门时，你的骨骼强度已经退化到了骨质疏松的边缘，脆弱的像一根枯树枝。肌肉的萎缩则更加无情，即便你每天在飞船上进行2小时以上的高强度抗阻训练，半年后仍会损失 10% 以上的肌肉量。尤其是那些支撑你站立行走的抗重力肌群，在长达3年的假期里会迅速干瘪，甚至连你的心脏
也会因为不再需要费力的将血液向上奔送而逐渐萎缩变薄。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宇航员返回地球时是被人抬出舱门的，因为在重力重新降临的那一刻，血液会瞬间涌向脚尖，心脏根本无力维持大脑的供血，他们甚至连站立的能力都已丧失。然而最令人不安的发现隐藏在双眼中。近些年，航天医学界发现了一个诡秘的现象，太空飞行相关神经眼综合征。在失重状态下，全身的体液会涌向头部，导致颅内压升高，持续挤压你的视神经和眼球。超过一半的长期在轨宇航员都曾感到视力模糊。有些人回地球后恢复了，但有些人却留下了永久性的结构损伤。我们要知道，这仅仅是人类在近地轨道有地球磁场保护下的表现。如果把这个时间拉长到3年，再加上高能辐射对大脑神经元的持续轰击，我们至今无法确定，当人类终于踏上火星的那一刻，支撑那副躯壳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灵魂和一双怎样模糊的眼睛。也许最让宇航员崩溃的并非辐射的侵蚀，也不是骨骼的流失，而是时间本身。想象一下，你被困在一个不足几十平米的金属舱内，这一困就是2-3年，窗外不再有蓝天白云，只有永恒而死寂的黑暗。更绝望的是，你与地球母亲的纽带正被空间无情拉长，2颗行星间长达几千万公里的距离，意味着通信存在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的延迟。当你对着屏幕说出一句我想家了，你必须在死寂中等待近半小时，才能收到那一声跨越深空的安慰。在这种延迟面前，即时反馈消失了，情感被拉长在时间的真空里，人类最基础的社交本能开始枯萎。多项长期隔离实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恐怖的后果。在那种幽闭环境下，人类会迅速陷入情绪波动，睡眠紊乱和认知能力的断崖式下跌，甚至最亲密的队友也可能在单调与压力中爆发冲突。人类的大脑天生渴望社交的温度与环境的变换，而深空航行恰恰剥夺了这一切。当高能辐射、骨骼萎缩、视力受损与极度的心理孤立全部叠加在一起时，火星任务的真面目终于显露。这不再仅仅是一次壮丽的科学远征，而是一场对人类本质的极端审判。我们猛然发现，最脆弱的环节从来不是火箭引擎，而是我们这具在地球温床里演化了数百万年的身体。我们真的准备好彻底脱离母星的怀抱，去承受那长达3年的时间重量了吗？当往返的代价变得如此沉重，甚至近乎不可能时，一个更大胆也更残酷的问题浮出了水面。如果首批火星任务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你回来呢？如果火星计划的方向不再是探险，而是扎根，不再是多此一举的返程，而是破釜沉舟的定居，那么问题的本质将彻底改变。它将不再关乎我们能否安全回家，而关乎人类这个物种是否真的能在另一颗星球上卑微而坚韧地活下去。面对这一系列死局，最直观的破局点只有一个：缩短飞行时间。只要飞得够快，辐射暴露就会变少，骨骼退化就会减轻，心理防线也就更难崩溃。然而，传统的化学火箭已经触碰到了效率的天花板，于是科学界将目光投向了那个让人既敬畏又兴奋的领域——核热推进。理论上，核热引擎的效率是传统火箭的2倍以上。如果这项技术成熟，单程飞行时间可以从9个月压缩到短短3个月。时间减半意味着宇航员承受的累计辐射量将呈断崖式下降，但代价是你必须在飞船内放置一个微型核反应堆，并让它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安全性、散热压力、质量控制，每一个细节都是前所未有的工程挑战。既然缩短时间很难，那能不能在飞船里伪造一个地球？这就是被反复提及的人工重力方案。原理听起来极其简单，只要让飞船像陀螺一样旋转，利用离心力，就能在舱壁内侧模拟出接近地球的重力环境。但科学的残酷在于，理论简单，
实现极难。为了不让宇航员产生致命的眩晕感，旋转半径必须足够大，这意味着飞船将变成一个庞然大物。目前的构想是利用长达数百米的缆绳连接2个舱体进行旋转，但这涉及极其复杂的张力控制和结构强度问题。目前它还只存在于科学家的图纸和电脑模拟中。最后是那层看不见的防弹衣，辐射防护。最笨的办法是加厚舱壁，但那会导致重量飙升，发射成本变成天文数字。科学家们正在寻找更聪明的替代品，比如富含氢元素的聚合物，甚至是直接利用飞船携带的水储备作为防护层。因为氢原子对高能宇宙粒子的减速效果远比沉重的金属更好。更有科幻色彩的设想是，在飞船周围建立一个人工磁场，为宇航员撑起一把微缩版的地磁保护伞。然而在能源有限的深空，如何维持一个足以偏转高能粒子的强磁场？这些技术就像是一块块拼图，每一块都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却又每一块都极其沉重。我们正在用最尖端的物理学，试图在这场名为火星远征的豪赌中，为人类赢回一丁点生存的胜算。即使飞船奇迹般的平安降落，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火星并不是一片温和的荒原，它是一片致命的真空。由于缺乏全球性磁场，火星稀薄的大气层仅为地球的 1%。 这意味着当你站在红色的地表，你依然赤裸裸地暴露在宇宙射线的扫射之下。为了活命，未来的火星基地可能并不像科幻电影中那样充满透明玻璃窗，相反，它们更像是一群地底建筑。居住舱必须深埋入地下，或者覆盖2-3米厚的火星土壤。首批登陆者名义上是星际探险家，实际上更像是孤独的地学建筑师。他们必须在氧气耗尽前，在这颗陌生的星球上亲手垒起自己的保护壳。更深层的危机隐藏在骨子里。火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 38%， 虽然这比失重好一些，但 0.38G 的环境是否足以支撑人体的骨骼与肌肉，目前人类对此一无所知。如果这种微弱的刺激不足以维持生理结构，退化依然会发生，只是变得更缓慢、更隐蔽。想象一下，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几代人，在火星出生的新生儿，他们的骨骼会更纤细吗？他们的心脏会更脆弱吗？当生理差异随着时间不断累积，火星上的人类是否还能被称作地球人？我们是否正在亲手开启物种进化的2条支流？除了进化的隐忧，现实的威胁也如影随形。火星大气压低得可怕，任何栖息地都必须维持完美的密封。一旦舱体出现微小的裂缝，平衡会在数秒内崩塌。而在舱外，那些看起来静谧的火星尘埃其实含有高浓度的过氧化物。这些具有强氧化性的细小颗粒不仅会腐蚀昂贵的电子设备，更像隐形杀手一样威胁着宇航员的呼吸系统。在这里，食物、水和空气必须构成一个绝对闭环的微型生态系统，每一口呼吸，每一滴水都要经过无数次循环。在这个脆弱的系统里，任何一个微小环节的失衡都可能引发整个人造生态的连锁崩溃。在火星生存不是在过日子，而是在一台精密且高压的机器内部维持一场永不落幕的平衡木表演。当技术难题被一一列出，最沉重的拷问浮出水面：伦理。谁有资格成为第一批火星定居者？在签下名字的那一刻，他们是否真的理解那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注定是一场单程旅行，它究竟是一次伟大的探索，还是某种形式的自愿牺牲？有人坚信成为多行星物种是人类文明最后的保险柜。如果地球遭遇不可逆转的灾难，火星基地就是那颗延续火种的备份硬盘。但也有一种声音在冷冷地提醒，与其倾尽国力去改造一片死寂的红土，为什么不先修补我们唯一的摇篮？火星既是人类的逃生舱，也是一块残酷的实验场。即便所有的黑科技如期而至，深空航行依然是一场胜算难料的豪赌。
没有任何机构敢拍着胸脯保证，那些在辐射与失重中熬过1000个昼夜的先行者，还能像出发时那样健康。正因如此，关于单程定居的讨论从来不是耸人听闻。对于首批登陆者来说，当火箭点火的那一刻，他们或许就已经接受了一个真相：自己余生的视野里将永远失去那片蔚蓝色的天空。回顾历史，人类的每一次扩张从来都与安全无关。大航海时代的水手消失在未知的惊涛骇浪中，极地探险者在无名的冰原下长眠。每一次跨越边界都是在用血肉之躯正面回应未知的恐惧。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边界是行星之间那片令人绝望的虚空。如果这张通往火星的票没有返程日期，你还会去吗？火星其实并不是什么浪漫的红色荒原，它更像一面冰冷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人类既无比脆弱又近乎执拗的本质。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夜晚，火星荒凉的陨石坑里会亮起第一盏属于人类的灯光。那盏灯或许微弱的随时可能熄灭，但它却是一句无声的宣言：我们愿意为未知付出代价。只有当人类真正站在那片红色的荒土上，抬头望向夜空中那颗若有若无的蓝色微光时，我们或许才会真正理解地球这2个字的重量。至于这一切是否值得，答案并不在教科书里，而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人类的未来。所以当那枚火箭真的在发射架上点火轰鸣，当目的地锁定为火星，却没有设定返航窗口，你还会按下确认键吗？你是否愿意用3年的辐射与失重去换取一次踏上异星土壤的机会？你是否愿意承受与地球渐行渐远的孤独，只为在人类文明的时间轴上刻下一个全新的坐标？又或者你觉得比起逃向深空，我们更应该守护脚下这颗蓝色星球？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如果那是一张单程票，你会去吗？为什么？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重新思考了火星计划背后的代价与意义，别忘了点赞、订阅，并把这期视频分享给同样热爱探索的朋友。这里是小哥睡前科普，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继续讨论宇宙与人类未来的动力。下期我们继续站在文明的边界，凝望更远的星空。